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介绍这颗受到霉菌感染和水苔酸化的蝴蝶兰。现在就来分享让它重新焕发生机的方法。我们为您提供了不同的语言，你可以选择所在的地区字幕来观看，也可以留言你所在的城市和气候条件，让大家一起来分享在不同地区、不同的气候下养殖兰花时得到的经验。我们先让大家来看看它经过养护前后的变化。你的细心呵护，蝴蝶兰会知道如何与你互动，这正是你们之间的小小默契。现在因为它的水苔已经老化，根部受到严重感染，它开始脱落老叶，生长停滞。首先去除枯死和不健康的叶子。哇哦，这是一记重拳，只留下健康的部分。用清水冲洗，去除霉菌和细菌。在阴凉处让伤口晾干1天。我们准备好洋葱皮。洋葱有一种有机物质叫胡皮素，它具有抗菌、抗病毒的特性，有助于增强免疫力，可抑制土传病害，如灰霉病。另一种是秋葵，也叫羊角豆，独特的粘液可以提高保水性，对于喜欢潮湿环境的蝴蝶兰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物质。将洋葱皮剥成小块，将新鲜秋葵切成小块，用热水浸泡。营养液应静置2至5小时。之后我们过滤掉残渣。秋葵富含氮，促进茎叶生长。秋葵和洋葱的比例2比1。在目前这个阶段，需要更多比例的氮元素，来帮助我们的蝴蝶兰快速恢复健康。把残渣过滤掉，用清水稀释到1公升。用棉片擦拭叶子的2面。洋葱皮还含有类黄酮，是抗氧化剂，它对细菌性软腐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。接下来用它浸泡蝴蝶兰的根部。浸泡20分钟，让营养物质充分吸收，即可种植。这次种植的材料选择了树皮。树皮透气性好，浇水后干得也快，更多频率的干湿循环，可以促进更快的根系生长。还有一个好处是在炎热的气温下，因为它的透气性好，所以不容易造成根部腐烂。树皮的使用方法有2种，由于树皮吸水缓慢，第一种方法可以将树皮浸泡，等它完全湿透后再使用。我现在用的是第2种方法，泡盆法，用干树皮直接种植，再用水浸泡。大约需要浸泡10到20分钟，让树皮中心也能完全吸透水分。之后每2周用1次营养水，
来帮助蝴蝶兰恢复健康。这是40天后的样子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。有花剑，根也从盆里长出来了。一般来说，蝴蝶兰需要4片以上的健康叶子才能开花。很幸运，而且难得的是，它只有3片叶子就长出花剑。接下来在表面撒一些水苔。开花期间要确保一定的保湿，花朵才不容易消苞。放到明亮通风处养护。这段时间需要更多的光照来帮助它开出更大更鲜艳的花朵。很快，再过20天后，第1朵跟第2朵花已经绽放，而且颜色也很饱满，这也表示植株的状态很好。这时，蝴蝶兰从生长期进入繁殖阶段，开花速度会很快，花朵的颜色也会变得越来越鲜艳。短短7天，我们就欣赏到美丽盛开的花朵。叶子变得更大、更宽、更有光泽，这就是光照充足和养分供给都很适当所呈现出的健康状态。继续使用营养水。希望你喜欢今天为你带来的视频。蝴蝶兰的世界简简单单，平凡的生活也可以像童话。谢谢您的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让我们在下一个影片中再见。